近日来，我国网络频频受到外国网络攻击，航班停飞、直播中断、银行异常，全国多个行业服务瘫痪。大夏迫切需要提升密码学水平，才能真正抵御攻击。而只有彻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才能解决这难题。大夏如何才能证明新的哥德巴赫猜想？诉说在整数中的分布规律，以往的理论都走到了尽头。写的什么狗屁东西？不好好干活，真以为自己是数学天才啊？赵公，我刚才突然想到了一个数学公式，我怕把它忘了，就给他写一下。这人谁啊？上班第一天就整这出，跟神经病一样。你还不知道这货呀？这上学的时候啊，数学考第一。刘建兴，不是你爹求了我那么多次，我怎么可能让你来这上班？你自己也争点气呀！赵公，你先别说话，我好像快算出来了。去你的！要不是你爹一直求着我，我能让你来工地干活，明天你就去找财务结工资。这一巴掌好像给我打明白了。如果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需要证明质数在整数中的分布规律。哎，这个人呢，真是没救了。这不是真的吧？哥德巴赫猜想被我证明了，连计算机也证明不了的数学难题。我大夏的数学将从此屹立在世界之巅。天哪，这是真的！哥德巴赫猜想被称为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上世纪60年代，数学家陈景润先生证明了1+2。从那以后到现在60年了，全世界的数学大师没有人能接近这个千古难题呀！刘建兴，你创造了历史啊！我大夏未来的数学之路将由你来引领。太棒了，建兴哥，我祝贺你！老师，我怎么感觉跟做梦一样？是真的吗？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对哥德巴赫猜想的唯一证明。但是建兴啊，我只是农村里的初中数学老师，我的认可说明不了什么呀。那老师，我该怎么办？江城数学研究所是我大夏最权威的数学殿堂，时不我待，你赶紧去江城，让他们验证你的结论。好，老师，那我现在就去。但是建兴哥他是人生地不熟的，数学研究所能让他进去吗？很多年前，我有一个至交好友叫陈之道，他现在是数学研究所的所长，你去找他，他一定会帮你。好，加油，建兴哥，我们等着你光荣回村。好。建兴啊，有你这样的学生，老师这辈子也没有白活呀。爹，你不是去工地干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爹，我现在得马上去趟江城数学研究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整天研究个破数学。你呀，现在要老老实实给我去干活去。爹，你不知道，我证明出来了哥德巴赫猜想，白老师也认同了。你看看你自己，你初中都没毕业啊，你就想要吃天鹅屁啊？啊，你呀，给我老老实实滚回工地干活去。爹，我这次是真的，你就相信我一次吧。建兴，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求爹爹拜奶奶给你找了份工作，你就跑回来了。我看你呀，你喝西北风去吧。爹，我这次只要去江城，一定能一鸣惊人的。去江城，去江城，去你大爷的！爹，爹！怎么样？还是哮喘的老毛病，幸亏抢救的及时。以后呀，让老爷子按时吃药，再也不要刺激他。谢谢大夫，我知道了。
爸这毛病也不是1天2天了，你也别太担心。傅兰，你看，这是我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过程。只要我去江城数学研究所，有人认可我的证明过程，咱们家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只是现在还需要一点路费。建新，我是支持你的想法，但是你也知道，咱爹拿药的钱都是借的，这去江城，路费怎么都要1000块，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你看，姐夫，你现在还在研究你那个什么破猜想？哎，你真把自己当陈景润、华罗庚了？你别搞笑了，少做那些春秋大梦啊！还给我！哎，你干嘛呀，姐？不是，你现在还帮他说话？你嫁给这个窝囊废这么多年，日子过傻了。明成，你可以侮辱我，但你不能侮辱你姐姐。不好意思，姐夫，我实话实说嘛。你来到底想干嘛？我呀，无事不登三宝殿，最近手头有点紧，你给我接济接济。你又去赌钱了是吗？我可没钱给你了。不是姐，我好歹是你亲弟弟，你干嘛这么绝情啊？你今天要是不同意，我就把这堆破纸给撕了。你敢？你看我敢不敢？你今天要是不同意，我就把这堆破纸给撕了。你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等一下。刚给爹拿了药，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就这些，你爱要不要？不是，就这些破鸡蛋，你看你们俩穷酸样儿，自己跟这堆破纸过一辈子去吧。对不起，凤兰，是我没有本事。不怪你，是爸妈把他给惯坏了。对了，咱们去爸妈那儿，他们手上应该有点钱。这些年，二老一直看不起我，我去了他们也不能给。1分钱难倒英雄汉。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胆小？人在矮墙下不得不低头，而且他们都是自家人。说你2句就说2句吧。妈，这大清早的，真是晦气！你来干什么啦？想请爸和妈帮个忙。我何家真是倒了水霉了，怎么摊上你这种女婿的？人家女婿都知道给岳父岳母买这个送那个的，你倒可好，空着2个手就上门来了。这一大早的吵着什么呢？爸，你看你天天那样，真窝囊。爸，我证明出来了哥德巴赫猜想，我一定能一鸣惊人的。你别给我扯上猜想，啊，扯了几10年了，没点球用。活了半辈子，一事无成，还在异想天开，你给我滚！滚！滚！怎么了呀？哎，你来干嘛？给我出去！走，走！小弟，谁是你小弟啊？赶紧滚啊！我没你这么窝囊的姐夫，也没那么冷血的姐。小弟，你说我就算了，你说你姐干嘛呀？她昨天不是给你东西了吗？就那几个臭鸡蛋，你还好意思说？好你个刘建兴，你小舅子去找你，你就给他几个臭鸡蛋，就是打个叫花子呢。从今以后啊，我没你这个姑爷。爸，别喊我爸，给我滚！走！走！你们干什么呢？你还知道回来啊？姐，咱表姐夫都开上奔驰了，你们2个回娘家还走路呢。有这种窝囊女婿，你就再给他10年，也成不了什么气候。是，爸，我这次一定能成功的。爸，建新已经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他马上就要成名了。这么多年不老老实实干活，整天就知道异想天开。有你这种窝囊女婿，简直是我何家的耻辱。我何凤兰就是爱刘建新，我相信
他一定可以一鸣惊人的。凤鸾，谢谢你。一鸣惊人呐！我看他这辈子声响最大的时候，就是在丧席上吹唢呐吧。何北城，你不要太过分了！我怎么了？我这人就这样，面子是自己给自己挣的。活了半辈子，一事无成，你没说哪点说错了？这何家女婿娶了凤兰这么多年，还没让她过上好日子，怎么好意思回门啊？我们家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凤兰，你这是说什么话？赶紧给你们叔婶道歉！爸，我是你女儿，建新是你女婿，你怎么能帮着外人说我们呢？那是你认他，我可不认。我说过了，我没这么女婿。好，你不认建新，那我和凤兰也不是你的女儿。凤兰，你这丫头这是疯了吗？快快快，来给你爹认个错。凤兰，要不算了吧？咱们还是一家人啊！你没有错，我为什么要认？那好，那你也不是我何家女儿，赶紧给我滚！做什么呢？走就走。老师，建新，你不是去江城吗？怎么还没去啊？老师知道，你要不是没有办法，也不会过来找老师。来，这个钱你拿着，拿着吧。是。哎，干什么？干什么？快起来！对不起你。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快！哎呀，傻孩子，你是老师教过的最出色的学生，而且你现在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这是我们大夏数学史上最伟大的事情啊！老师为有你这样的学生而骄傲，老师只是恨自己没有给你更多的帮助。哎，这封信呢，你交给陈知道。我与陈知道虽然10多年未见了，但是我的笔记相信他还记得。你一定要找到陈知道啊，把这信交给他，只有他才能帮到你啊！切记，切记。好的，老师。去吧。去吧。老师只给了我1000块钱，但是这1000块钱只是去江城的路费，这回来的路费还没有着落呢。建新啊，你过来。爸，身体还好吧？不好能跟你说话吗？爸，你这是干啥呀？这是给你的，你俩走着走，家里也穷，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这最后再帮你一次，不管你成不成，你都是好样的。爸，你放心，我一定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给你脸上争光。好，孩子，爸在家等着你。走了，爹。去吧。哎。这些稿纸要带着吗？对，他是我的推导过程，他是我证明出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据。老婆，这次我出名的路费是白老师和咱爸出的。说，万一我失败，说啥呢，大傻子？自信一点，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我在家等你回来。好吧，收拾吧。你说这江城什么样啊？站住！干什么的？你好，我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想找一下数学所的陈知道先生来验证一下我的成果。陈所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他妈哪凉快哪待着去！啊！大哥，我真的证明出来了，你看，这是我的验算稿纸，我见完他就……哎，来，滚！呸！什么东西？他怎么这样？哎，哥们儿，给我看一下你那个哥德巴赫猜想吧。为什么？哎，
作为交换，我让你看看我这个。我没兴趣。臭乞丐，你看不起谁呢？啊！你干什么？我们是大夏最优秀的民间科学家，你不配与我们为伍，快点滚！住手！哎，郭博士，您早啊！你们这是干什么？不会跟人家好好说话吗？他不就是大夏著名数学家郭志文博士？我在电视上见过他。郭博士，我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我想找一下陈所长来验证一下我的成果。土包子，这世界3大数学难题也是你能触及的？可笑！郭博士，我10几年的心血都花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上，这里面是我全部的论文稿纸。郭博士，如果证明2个任意大于2的偶数都是由2个素数相加得到，那么首先需要证明素数在整数中的分布规律，而我的证明便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刚才说的话的确是哥德巴赫猜想证明过程中最难的问题。莫非他真的证明了这道千古难题？放开他！陈所长还没到，你先来我办公室吧。草稿拿过来吧，我先替陈所长把关。哥德巴赫猜想被称为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上世纪60年代，数学大师陈景润先生证明了1+2，对吗？从那以后到现在60年了，全世界的数学家再也没有人有能力接近这道千古难题。没想到这颗明珠竟然被这个其貌不扬的农民给摘下了。郭博士，不，这成果不是他的，是我的。我才是古今中外数学史上最为了不起的大师。大夏科学界以后将以我为尊。来人，将刘建兴这个小偷给我赶出去！来人，将刘建兴这个小偷给我赶出去！小偷！郭博士，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哼！我差点就被你这个臭要饭的给骗了，想用这些垃圾草稿来蒙骗我，进来偷东西是吗？郭博士，我不是小偷，我是真心确认的。郭博士，郭博士。郭教授这态度怎么说变就变？不对，我的包呢？我的包！包什么包？臭要饭的，在这儿胡搅蛮缠，把你送到执法局。走！想不到，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堂堂大夏数学研究所。要强行窃取他人成果吗？你他妈狗叫什么？你个臭要饭的，偷不到东西就咬人是吧？你们，给你的包。郭博士，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再给你一次偷东西的机会是吗？郭博士，您看了我的手稿，应该知道我证明出来了哥德巴赫猜想。满口胡言，抓住他！郭博士，郭博士，我没偷东西啊！给我打！擅闯大夏研究所，行窃机密文件，死罪一条！给我打死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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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事到如今呢，我就让你死个明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说你一个农民不在家好好种地，证明什么哥德巴赫猜想？就算你证明出来了，你也没有好果子吃。我告诉你，这成果注定只能是我的，我才是古今中外数学史上最为了不起的大师。郭志文，你的阴谋不会得逞，真相终究会大败的。做干净点儿。难道
我真的错了，我是不是不该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加油，建新哥！你是老师教过的最出色的学生。不管你成不成，你都是好样的。我在家等你回来。不，我没有错，刘建清，你不能死在这儿。陈知道，我要见陈知道。妈了，小子还有力气！打死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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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知道到底在哪里？住手！是谁在找我陈志道？干什么了？陈所长，此人擅闯数学所，惊扰郭博士。是啊，就这样你们就想死守？谁给你们的权利啊？你们被开除了，快滚！慢点，慢点啊！哎呀，要不先送你去医院吧？啊不，老师，有比去医院更重要的事。知道同学，见字如面，建新是我最好的学生，请您务必看一下他的论文手稿，万分致谢。白守同奉上。白守同，志道兄如晤，今日分别，不知他日何时再见。你我兄弟相处，不想分别之时做出女儿状，故托辞不见，备下些许干粮，全当状行。奈何时下艰苦，一杯送行酒也没有，书不尽言。一别数十年，故人犹在。你老师白守同还好吗？他挺好的，他特意嘱咐我过来找您。找我什么事啊？陈老师，我证明出了哥德巴赫猜想。你胡说！你胡说！你什么学历啊？初中毕业，是个农民。哥德巴赫猜想是世界数学史上3大难题之一，从欧拉到陈景润。到今天，无数的数学家经历千难万险，到现在都还没有证明。你说你一个农村人异想天开，哥德巴赫猜想不是你能证明的。我真的证明出来了，陈老师，你看这里面是我全部的论文手稿。你跟我去我办公室。好。哟，崔所长，你来的正是时候。我刚刚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下一任数学所所长非我莫属了吧？你们今天都跟哥德巴赫猜想干上了。再说了，你一个走后门的。也敢夸海口？我老婆可是大夏科学院的副院长，我岳父是大夏国安全处首席执行官。你看不惯我又如何呢？现在这则消息已经上报大夏科技部了。从此，我大夏数学界将立于世界之巅。郭博士，真是恭喜您啊！不可能，哥德巴赫猜想是我证明出来的。我刚给你看过我的手稿，你就证明出来？不可能啊！什么？你竟然让他看你的手稿，真是荒唐！陈老师。怎么了？此人啊，虽然领着海归博士的头衔，但是他不学无术，品行恶劣。陈所长，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怀疑我的能力啊？你一个走后门进来的注水博士，你仗着关系挤走我多少大校的人才？难道你就相信这个乡巴佬吗？我同学白守同推荐的人不会比你差。这回恐怕你要看走眼了。看看我的研究成果已经呈请大夏科技部了。哥德巴赫猜想是我证明出来的。郭志文，你抄袭我的成果！这个乡巴佬得了失心疯，满嘴胡言乱语。来人，把他赶出去！不要污了我们江城数学研究所的地板！什么？郭志文，你一直自称在研究数学控制理论，什么时候改行去研究起哥德巴赫猜想了？哎呀，陈老头，你管得够宽的。我晚上回家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不行吗？不行，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复杂的数学难题，仅靠业余时间是不可能研究出来的。这么说，你一个乡巴佬就能证明了？能，他就是证据。这里面是我的论文手稿。乡下人
还嘴硬是吗？你要拿不出证据呢？事到临头，你就等着吃牢饭吧。好，那我就拿出证据，证明给你看。刘建兴，这是什么呀？你还有何话说？是你，刘建兴。建兴，陈老师，我不是骗子，是他窃取了我的成果。快点，我的包，给你的包，还在胡搅蛮缠。保安，把他给我打出去！快点走，这里不是你无理取闹的地方。想不到我堂堂大夏数学研究所，竟然出现你这种窃贼！你们还给他废什么话呀？赶紧打出去！住手！我看你们谁敢！你不辩不明，郭志文，你急什么呀？陈老师，就是郭志文，他让我去他的办公室，看了我的手稿之后，又莫名其妙的把我轰了出来，要了好几次他才扔出来，结果现在全变成了白纸。这么说，你的手稿还在郭志文的办公室？正是。手稿根本就不在办公室。刘建兴，你永远也不会找到你的论文手稿。身正不怕影子斜，我的办公室大门敞开。郭志文如此嚣张，难道他已经将手稿转移？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找不到证据，你就是在诋毁江城数学所。我看陈所长的老脸往哪儿搁？陈老师，我的稿纸一定是被他调包了。无凭无据，斗不过郭志文，还需要从长计议。刘建兴，没凭没据的，多说无益，你还是先退下吧。哎呀，这就对了嘛，没人给你撑腰了，还不快滚！我的稿纸，我的稿纸，陈老师，那个就是我的研究成果。土包子，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就把你送到执法局去。这就是我的东西。胡说，怎么可能？手给我拿过来，给我看看。陈所长，这不合适吧？回头咱慢慢看。怎么？我一个所长，现在说话不管用了？拿来。哼，莫非这稿子真的有什么异常的地方？没有。快点儿，给陈老师拿过去。来不及了，偷多少是多少。10页下面就是刘建兴的手稿了。5、6、7、8、9、10，完了，要露馅了！完了，要露馅了！几天不见，郭志文在数学上的造诣竟然已经如此厉害。郭志文，你确定这是你的科学成就？陈老说笑了。这当然是我写的，难道你还认不出我的笔记吗？连标点符号都跟我一模一样，这是抄袭。这笔记确实是你的，但是这工工整整，一蹴而就，没有一丝丝的头感，好像不是你的风格。陈所长，这话可明显带着酸味儿啊！我可是你的领导，你敢对我如此不敬？你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所长罢了，我给你面子才叫你一声所长。哼，你简直就是一个学阀！陈老师，我有个请求，能不能再让我看看郭志文的稿纸？你没有资格，这是我潜心10年的研究成果，凭什么让你一个利欲熏心、异想天开的农民看？陈老师，他在撒谎。对数学稍微有点理解的人都知道，哥德巴赫猜想属于数论，它是基础数学的分支，而你研究的控制论，它具体研究的是物理系统和数学模型。
数论和控制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多少数学家好守穷经，费尽一生的心血，只不过是在自己细分的领域上取得小小的一点成绩。而你呢，郭志文，你竟然能横跨两大数学领域取得成绩，这不是荒唐吗？我在数学上的造诣，岂是你一个小小的蚂蚁所能智慧的？这个刘建新所言不虚，他看上去不过是一个邋遢的农民，没想到说起数学来竟然头头是道，此事疑点实在太多。陈老师，他窃取了我的论文，我请求执法局介入，一查便知。是谁这么大胆子，敢调动执法局查我老公？是谁这么大胆子，敢调动执法局查我老公？石月，你来的正好，这儿有个乡巴佬，竟敢污蔑我，盗取了他的破论文。陈所长，我老公可说的是实情。靳院长，刘建新呢是我同事的弟子，他宣称自己已经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我们刚刚正在讨论此事。探讨，陈所长，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我江城数学研究所可是全球顶尖的数学研究院，就他这样的一个草民，传出去可不是笑话吗？你还把他奉若上宾，这世人还怎么看待我们江城数学研究所呀？那还不是因为你老公郭志文排除异己，打压人才造成的。陈所长，你可是所长，这事儿难逃其咎。公道自在人心。齐老师，您作为科学院的副院长，更应该秉公处理此事。我举报郭志文，他抄袭我的论文，请您彻查。没有真凭实据敢查我老公，我看你是活腻来了。这是大夏科学院江城数学所，不是你们两口子的一言堂。像你这样的草民也敢来这碰瓷？来人，给我打下去！还敢乱说？秦长，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们不调查清楚，怎知此事真伪？你个小农民，说再多也没人相信你。请记者进来采访郭志文博士。请记者进来采访郭志文博士。郭老师，郭德巴赫猜想非常错，不仅意味着大夏数学水平领先全球，更代表着大夏在密码安全领域取得革命性的突破。能请您针对这一成就发表一下观点吗？大家好啊！我郭志文宵衣干食，夜以继日，经历10年寒暑，历经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攻克了这道世界难题。我就是这个时代最耀眼的数学天才。不，郭志文是骗子，哥德巴赫猜想是我攻克的。哪里来的臭要饭的，也敢在这里争抢功劳？乞丐一样的人污染了这里土地。郭志文窃取了我的论文，他才是骗子。不知天高地厚的井底之蛙，赶紧给我打下去！你窃取我的成果，你！建新，建新，你们怎么敢打人呢？秦时月，你太过分了！就算你是副院长，可这里是数学研究所，我说了算。不就是一个平头老百姓，你还把他当成宝了？你真是个老固执啊！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去相信这么一个农民呢？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这件事儿在水落石出之前，谁也不敢妄下断言。我大夏数学机构的一把手，竟然胳膊肘敢往外拐，你这个所长是当到头了。我大夏有你这样的蛀虫，我大夏威仪。像你这样的老古董，早就应该退位让贤了。我陈志道一生光明磊落，没有走过后门，也没有扣过任何的关系。而你呢，除了会耍嘴皮子，你还会什么？闭嘴吧你！我看你这个所长是当到头了吧？我现在就撤了你所长之位，你可以回家养老了。郭志文郭博士攻克哥德巴赫猜想贡献巨大，升任数学所所长。这样的所长，我不做也罢。建勋，没事吧？高志。这是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过程。不对，
却不是郭志文的字迹。这是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过程，不对，却不是郭志文的字迹。拿走吧。看来郭志文果然抄袭了刘建新的论文，但是奸人当道，此时还需从长计议。你醒了？陈所长，不要再喊我所长了，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了。怎么回事？这不是为了帮你说话，得罪了秦时月，现在他滥用权力，已经让郭志文替代我的所长位置了。对不起，老师，都是因为我连累了你。没事儿，你不用太担心。明天啊，我就亲自带你去见大夏科学院的院长钱一公先生。我和钱一公先生啊相识多年，我让他亲自出面，一定能还你一个公道。谢谢陈老师，可是你帮助我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我这也是为了大夏保护人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必趋之。我们这次啊，一定会拆穿郭志文的谎言。什么？什么？怎么了，老师？大夏数学家郭志文已经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将于明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这一成果向全球宣布。届时，国际数学联盟主席加藤新一将带领一众国际数学大师莅临江城，共同见证数学界这1000年一遇的奇迹。老师，这他们的速度太快了，一旦这个新闻发布会顺利召开，这个数学成果就真的是郭志文的了。那我们怎么办？这个新闻发布会，我们一定要参加。姐，我姐夫呢？去江城了。他可真去江城了，就是为了证明那个什么哥德巴赫猜想。他去干他喜欢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姐，我跟你说，他就是一骗子，都骗你一辈子了都。什么骗我一辈子？你不要乱说好不好？我实话告诉你，那个哥德巴赫猜想是中国的大数学家郭志文证明的，跟他刘建新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他不知道拿那笔钱去哪儿吃喝嫖赌去了，就你还在这儿瞎忙活。什么？哥德巴赫猜想已经被证明了？对呀，你看。大夏数学家郭志文成功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创造历史，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新闻都已经发布了呗。哎，姐，干嘛去啊，姐？怎么办呀？老师，不好了！新闻我看了，建新他前脚刚去了江城，后脚就有人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凤兰姐，一定是有人窃取了建新哥的成果。白老师，你赶紧想想办法。这孩子呀，心思单纯，太容易被骗了。江城龙潭虎穴之地，他这次去肯定是着了他们的道了。那怎么办啊？我们总得做些什么呀？我这有个 U 盘，这个 U 盘能证明建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你们谁能去江城把这个 U 盘交给建新？白老师，你知道建新他爸卧病在床，需要有人照顾，根本就走不开啊。爸，我去。好，去吧。多谢多谢啊，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哎呦，多谢多谢啊！哎呦，哎，里面请，里面请啊！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啊！哎呦，感谢感谢啊！恭喜郭博士年纪轻轻就攻克了100年的数学难题。什么郭博士啊？您应该喊郭所长啊！对，郭所长年纪轻轻就成了江城数学所所长，前途似锦啊！哪里，郭某忝列此职，以后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啊！
二位里面请。哎，里面请，里面请。来人，把那两个阴魂不散的东西给我赶出去！你个乡巴佬，这种地方你不配来，快滚！凭什么？他们能进，我也能进。人家是当红数学家，你个乡下来的，给人家提鞋都不配。我就是数学家，我总该可以进去。秦老师，我今天给你个面子，叫你一声老师，我劝你还是识点趣，乖乖离开。今天来的可是全球顶级的大人物，你们俩在这儿污了我大夏的地板，不能放他们进去。是。想进去也可以，你们有发布会的邀请函吗？邀请函？这没听说要邀请函啊。陈老师，你有吗？建兴，没想到郭志文这小子竟然这么鸡贼，新闻发布会竟然搞个邀请函，看来他是故意防着我们两个的。你这样，你听我的安排，今天呢，我就是骗了这把老骨头。你冲进去。老师，听我的安排，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让我进去。陈所长为我付出这么多，如此关键时刻，我怎能弃他不顾？陈老师，建兴，你快进去啊！陈老师，您都是为了我，这种时候我怎能弃你不顾啊？哎呀，你哪是为了我，你是为了大夏的科学啊！你怎么这么傻呀你？两个废物，怎么还不走？去死吧！住手！你们在干嘛呢？两个废物，怎么还不走？去死吧！住手！你们在干嘛呢？接下来有请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者郭志文博士上台发言，大家欢迎。你们要的邀请函。且慢！我才是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者。这个乡下人是谁放进来的？这么高级别的新闻发布会，大夏的安保太差劲了吧？他这种乡巴佬的打扮，只能到菜市场去卖菜。我就不明白他是怎么能混进来的。大夏永远只是一个二流国家，大夏国人还是这么上不了台面。早知道今天，我就不该心软，当初就该送你吃牢饭。不知悔改的东西！你反了天了，敢在我这里搅乱发布会！来人啊，把他拉到执法局去！放肆！这位刘敬新先生是我邀请来的，我的客人也要赶走吗？钱院长。我不知道你和这个刘建兴是什么关系，但据我所知，他就是个骗子。你不应该听他的话呀！明明是我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你窃取了我的研究成果，竟然还有脸指责我！各位，事实已经摆在眼前，没有专业基础，想要在数学上取得成绩，无异于痴人说梦。我是数学博士，一生致力于数学研究，而这个刘建新，他就是在农村挑大粪的无赖。到底谁有资格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想必各位都心知肚明。郭博士，学历只是一张纸，说明了过去的学习的经历，但是它不能去评判一个人的现在和未来，更不能用它来评判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进行科学研究的根据。钱院长说的对，我有证据，能证明我才是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那个人。胡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证据，能证明我才是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那个人。这个乡下人竟然有钱一公的背书，难道他说的是真话？不可能，
这其中说不定有什么猫腻。据我所知，钱一公与秦时月的父亲大夏军部首席执行官秦汉成不对付，说不定他是故意这么做的。你有证据，我有铁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所有手稿就在我的手上。主持人，拿手稿。这就是我的铁证。刘建兴，你的证据呢？手稿可以造假，并不能证为铁证。钱院长，当初你从米国回来，我父亲十分看重您，想让您到安全部任职。可是您呢，胆小怕事儿，非得要到科学院当你的太平院长。也是因此，你跟我秦家结下了梁子。可是你今天过来拆我跟我丈夫的台，你真是小人之心啊！秦思月，你太低估我了。我跟你父亲无冤无仇，我只是看不惯他在安全部的所作所为。钱院长，我知道你爱惜自己的名声，可是你看看现在网络热搜是什么？大夏汉奸钱一公包庇民科骗子，破坏大夏数学声誉，人人得而诛之。钱一公先生极其爱惜名节，他最怕别人骂他汉奸。事情因我而起，我不能再拖累钱一公。我不是骗子，钱院长不是汉奸，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因为我殃及钱院长。还在这里大放厥词，你就是骗子，你还嫌你祸害的人不够吗？刘建兴，你要是识趣的话，现在就跟郭志文博士道歉，对着摄像机说自己是个骗子，哥德巴赫猜想不是你证明的，这样还能让你活着走出这个发布会。陈指导恢复原职，钱一公还能保住他可怜的名声。建兴啊，你不能听他的，他在骗你。刘建兴，你能要为了一己之私连累那么多想帮助你的人吗？你还不快给我跪下！建兴，你不能下跪，不能下跪呀！孩子，男儿膝下有黄金。建兴，要坚持住啊，坚持住！郭志文，你敢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和我比一比？你敢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和我比一比？比什么？10年了，我为了哥德巴赫猜想耗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现在他的每一个证明步骤，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印在我的脑子里。郭志文，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比？谁能把证明过程默写出来？刘建兴所说不善，如果能把证明过程写出来，那才真正是证明者。但是我听说啊，证明的过程啊极其复杂，凭记忆写出来不太可能吧？这个刘建兴好像有点东西。我现在手稿在此，比你自说自话不有力度的多吗？再说了，我堂堂一博士，跟你一个只会种地的人比，这是拉低我的档次。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是不敢，因为这根本不是你的成果。各位，别听这个疯子胡言乱语。这手稿的推导过程足足有50多页，现场时间不够，根本来不及啊！这个手稿虽多，但是只要推导过程烂熟于胸，如果马不停蹄的写的话，仅仅需要2个小时而已。这不是在浪费大家时间吗？我反对。我支持2个人当场写出手稿。发布会总共3个小时，写出手稿2个小时，时间来得及。大夏以盗窃别国科技为主，好不容易在数学上取得进展，为了证明你们俩谁是真正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人，我建议你们俩比一下。志文，你可以吗？比就比，我等的就是这一刻。2位面前的平板电脑连接大屏幕，可以将你们的实时推算过程传输到大屏幕上，供我们现场观察对比。为了防止你们看到对方的解题过程，你们必须背对屏幕，可以吗？可以。好的，预备，开始。
现在相信刘建新了，他太厉害了。倒也未必，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啊。他们俩写的一模一样，看来真的有一个骗子。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大夏电视台哥德巴赫猜想新闻发布会为您带来的现场直播。现在2位专家正在展示推演过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证明者？让我们拭目以待。建新啊，不管这回的成不成功，你都是好样的。这不是刘志兴啊！乖乖，找他上电视啊！想不到他真是个数学家，真了不起。刘建新，你比不过他。不到最后1分钟，我劝你别说大话。真是酣畅淋漓的论文，读来令人如醍醐灌顶一般。哥德巴赫猜想真的要被证明了。这个农民没有让我们失望，最终不管谁是真正的证明者，这个农民必将载入世界的史册。郭志文博士默写的速度更快，我觉得他才是真正的证明者。郭志文，没想到你竟然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你没想到的东西还多呢。现场和镜头前的各位观众，目前郭志文博士的默写论文速度明显领先刘建兴先生。郭志文博士已经写了50页，而刘建兴先生才写了40多页，足以见得郭志文博士对于这篇论文更加熟悉。写论文可不是百米冲刺，速度快不能代表一切。刘建新，你稳住，不要让主持人把你带偏了节奏啊！田院长，在铁证一般的事实面前，你还跟嘴硬？我写完了，我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我写完了，我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仅用时1小时40分钟，郭志文博士真是神一般的存在。看来啊，他才是真正的获胜者。这么短的时间，引用了1000年数学史上300个论述，并且还一一的归纳，真的是了不起呀！写了52页的手稿，简直不可能。这是人类脑力的巅峰。现场消息：郭志文博士仅用时1小时40分钟，便完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论证。而另一位刘建兴先生似乎还在推演当中，他仿佛进入了平静。加油啊，建兴！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很显然，郭志文博士就是本次的最终胜利者，他是我们大夏的英雄。从今往后，他将与牛顿、高斯、阿基米德这3位数学巨头并肩而立。你住手！这刘建新真越菜呀！这刀嘴的家伙叫急了。农民就是农民，刘建新根本就不是那块料。2个人呢，还得脚踏实地。你瞅瞅，这可怜他家里的熊，还有他老伯伯了。刚才刘建兴先生说自己将在2个小时之内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可是现在已经过去1个小时59分钟了，他能在自己约定的时间之内完成吗？可惜了，他远没有郭博士的熟练，他是假的。主持人，你直接叫停吧，刘建新已经认输了。接下来进入倒计时，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10、9、8、7、6。我写完了。等等，他的证明过程和郭志文不一样。等等，他的证明过程和郭志文不一样。对，刘建新的证明过程是53页，郭志文的证明是52页。刘建新为什么多了1页内容？怎么会这样？我明明是按照手稿一页一页背下来的，我的证明过程绝对不会错。有什么可看的？不就是一个农民在这里胡写吗？来人啊，把他给我赶下去！且慢，请打到他们区分的那页，我们看看。刘建新
证明过程中多余的内容，好像用了超前的数学理论，但是没有这一页，证明是不成立的。对，也就是说，郭志文的论文缺少了这一页内容。郭志文的论文不能成立。建新，把你的超前理论跟大家说一下吧。是的，现有的素数理论根本证明不了哥德巴赫猜想，你前面推导的再好，都只是无本之木，没有最后一步的升华，终将是徒劳。有点道理。可是，说稿明明是这样的，我看过没有纰漏的。前面的推导基础必不可少，但不足以支撑最后的目的。所以，郭志文的推导证明根本不成立。怎么可能？不可能！哥德巴赫猜想就是我证明的。你们在会场视听，制造混乱。郭志文，事实就摆在你的面前，我还有铁证证明是你盗窃了我的论文。你胡说！你有什么证据？郭志文，你知道你论文里面少的那一页在哪儿吗？在哪儿？在这儿。这是怎么回事？郭志文缺失的那一项内容，竟然在刘建新的口袋里。郭志文，那天你用稿纸调换了我的论文，但是你千算万算，却没有想到你少了一张稿纸，混进了给我的白纸之中。拿走吧。刘建新果然还有关键的证据，这下郭志文无话可说了吧？主持人，赶紧宣布吧！这可是国际数学史上1000年难得一见的时刻，也是我们大夏全体人的骄傲。建新，你终于做到了。老公，终于出人头地了。主持人，还不赶快宣布结果吗？还在等什么呢？这个。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是为郭志文博士专门召开的，你们搅乱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我宣布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择日另行召开。田院长，我等都是受到你的邀请来到大夏，你也不能如此把我们的话不当一回事吧？对，明明刘建新已经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秦院长，你为什么睁着眼睛说瞎话？田院长，你不是把我们当猴耍了吗？秦思月，你竟敢如此的胡作非为！我现在就免了你副院长的职务。你敢？就算你父亲是大夏安全部的首席执行官，我又何惧于你呢？还有一位贵客没有到来，孰是孰非，让他来做判断吧。你还邀请了谁呀？莫非是……谁来了也没用，事实就是事实。事实。事实就是一个农民不可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这不是我国数学大师、国际数学联盟首席加藤新一吗？据说这个加藤新一是个不出世的数学天才，竟然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数学菲尔兹奖得主。我大夏数学科研水平本就远超于倭国，可近几十年，这倭国就是因为在这加藤新一的领导之下，导致数学水平远超于咱们大夏。听说徒儿你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老夫我从米国星夜兼程回来，还好没有耽误你的新闻发布会。加藤先生，究竟是谁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我们已经有了定论。真正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是这位刘建新先生。我们正想要把相关的信息汇报给国际数学联盟。哦，钱先生，你的意思是，堂堂数学博士，并不是哥德巴赫猜想证明者，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民才是？刚才他们两位已经进行了现场的比试，郭志文先生的论文缺乏关键的证据，
刚才的电视直播，我在飞机上已经看过了。所谓的默写笔试漏洞很多，柏志文博士默写的速度很快，出现差错也很正常。但是刘建新先生明明当众完成了证明论文，这怎么可能有假呢？兴许之前刘建新抄袭柏志文博士，这也未不可知。老师说的对，此人曾经偷偷溜进过我的办公室，看到我桌上的论文，把它盗走，誊抄一遍，据为己有。论文，你胡说！明明是你抄袭了我的论文，当着中外诸多大师，竟然在这里颠倒黑白！你说我抄袭你的论文，你可有证据？当然有。有何证据？我便是证据。当初柏志文博士拜入我的门下，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理想就是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并做了大量工作。这件事我可以证明。老师，多谢您来给弟子洗刷冤屈。加藤先生都这样说了，钱一公、陈之道，还有你这个狗腿子，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做科学是要讲究证据的，你不能空口无凭。郭志文博士是我的弟子，老夫承认他的学术水平，这就是最大的证据。你作为国际数学联盟首席，竟如此臆断，岂不是太可笑了吗？陈之道，你质疑他，就是质疑我，质疑我在数学界的成就。老夫不到而立之年就拿到了数学费尔斯奖，你堂堂大夏人口10几亿，可有一个费尔斯奖得主？大夏自以为文明古国，今日如此庄重的学术殿堂之上，不看重经过系统培养、拥有真才实学的正牌博士，反而轻信一个对学术一无所知、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农民直言，这是对学术界基本原则的践踏。加藤先生，我大夏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一个外国人来管。钱一公，如今我大夏被开除国际数学联盟，你便是大夏的千古罪人。到底谁才是千古罪人？自有公论。金正德、阮富雄、罗曼斯基，你们3人也是顶级数学家，更是全程参与了新闻发布会。你们说说，他们2个到底是谁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加藤先生，我认为郭志文才是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人。我复议。我也复议。金正德，你们3人竟如此出尔反尔，你们是在给你们背后的国家丢脸。曾知道事实胜于雄辩，今日之事，所有的专家都认定郭志文才是真正的证明者。你们不要废话了，就请加藤老师宣布今日结果。我宣布，哥德巴赫猜想真正证明人是……等一下，莫叔，你怎么来了？白老师他还好吗？建新哥，你放心，都挺好的。你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给咱们国家狠狠争了口气，但却有这些小人抢走你的功劳，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啊？哪来的村姑也敢打扰会场？赶紧给我拿下！谁敢？大夏科学院的发布会讲求的是学术的公正与尊重，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乡里来的野丫头，来这种高端场合凑什么热闹？真是自不量力。他恐怕还以为这是村里的田间地头，能随便他撒野。这种高端的新闻发布会，是他这种土包子能懂的吗？你个小姑娘不在家种地，跑到这儿捣乱，赶快退出去！大夏自诩是现代化国家，没想到民风愚蠢。各位，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来捣乱的。正因我来自农村，所以我才更知道什么是公平正义。你们今天窃取了我建新哥10年辛劳换来的成果，是我国每个科技爱好者辛劳付出的巨乳。小姑娘，我不屑于你争辩，快退下吧。郭志文才是真正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者，你不要再信口开河了。虽然钱义公要保你，但是这里不是菜市场，赶紧给我滚出去！我铁证，能够证明建新哥就是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者。
小姑娘，你有什么证据，赶快拿过来呀！证据就在这个 U 盘里面，你们都给我看看。10年里，建新哥是我们村里最苦的人。你们看看这些照片，还有视频，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在想着哥德巴赫猜想这道难题。他在跟时间赛跑，在跟命运抗争。村里的人都不懂他，说他傻，说他不务正业。可是我明白，他心里头就是有股子倔劲。只要是他认准的事，石头牛都拉不回。10年了，他挨了多少嘲笑和白眼，听了多少冷言冷语，可是他从未吭过一声，就这么一个人默默地扛着，一直把这10年熬了过来。你们看看这些视频和照片，还有那一摞摞的演算手稿，那都是他的命根子啊！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诉过一句苦，但他无声地告诉我们，普通人也要有梦想。建新哥，他用10年的辛劳向我们证明了，只要不放弃，只要肯努力，就没啥是不可能的。老公，你受苦了。这些就是我建新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倭国人，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让我们用掌声向无名的英雄，向伟大的劳动者，向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刘建兴先生表示祝贺。谢谢大家。加藤先生，我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把 U 盘抢过来，把它销毁，再让我父亲派人来封锁现场，让媒体们重新发布新闻通稿。好主意！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已经把 U 盘上的资料全都上传到网上，并且全网公开。除非地球毁灭，否则这资料永远也不可能消失。干得漂亮！金星啊，我们江城数学研究所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到我这儿来工作吧。真的吗，钱老师？我可以吗？我配吗？如果你都不配到我们大夏数学研究所的话，那我们这儿还有什么人能来呢？研究所今天就给你办理入职手续，按照你的学术能力，我们研究所会聘用你为研究所的教授。教授。金星了，你仅仅以初中的学历进入到我大夏最顶级的数学研究机构工作，你可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啊！谢谢钱老师，谢谢陈老师。恭喜你啊，建新哥！不，现在我要叫你刘教授了。你呀、进。岳父大人，岳父大人，你要给小婿做主啊！男儿膝下有黄金，站起来！我现在已经变成大夏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我这一辈子可就完了。现在钱义公不是已经把刘建新调到数学研究所当教授了吗？这不是打我们夫妻脸吗？爸，他在羞辱你啊！秦长官，现在连国际数学联盟都蒙羞了，这口气咱们必须得出。区区一个钱义公竟敢如此，我杀此人如同捏死一只蚂蚁。秦长官，他们攻克了哥德巴赫的猜想，大夏国库密码安全会得到大大的保护，这也对您的产业有影响啊！加藤先生，你是我多年的挚友，小女的婚事是你一手促成的，区区一个草民竟然影响到老夫，你看如何处置？秦长官，我们给他设个局，我们让他来个
请君入瓯。你看如何布局？先攻击大厦网络密码，再令钱勇带刘建新前来，随后说他们出师不利，问罪二人。万一他们防得住呢？岳父大人，哥德巴赫猜想我已熟备于心，他们的对策我可以化解。太好了，就按加藤先生说的做。到时候我一定要将他们二人挫骨扬灰，方能解我心头之恨。建新哥，这是干嘛？送我花？多少钱啊？这不浪费吗？建新哥，你现在是大夏的功臣，是我心中的英雄，我给你买束花当礼物，那不是应该的吗？王叔，我现在还跟做梦一样。这些年，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白老师，他的信任和教诲，让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那你就不感谢我吗？当然感谢你了，昨天要不是你啊，我10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了。建新哥，其实我……你今天怎么了？欲言又止的，有话直说呀。我怎么了？哎，不好意思。其实我是想说，喂，建兴。啊，陈老师，现在有个紧急任务，大夏安全部召唤你去一趟。军部？对，有紧急任务，钱义公先生觉得事有蹊跷，要与你同去。好，我现在就去。汪叔，咱们改天再聊。安全部有急事儿，找我去一趟。谢谢你的花啊。钱老，这次把您和刘教授请过来，是因为今天上午大夏的银行、国防乃至国库等重要设施都遭遇了重大的网络安全攻击。和以往攻击不同的是，这次攻击规模虽然不大，但是都越过了我们密码保护系统，造成了巨大损失。大夏的电力、快递以及航运，乃至国库等重要设施，随时都有濒临瘫痪的风险。这应该是你们密码安全部门能解决的问题啊。网络安全部门只能解决临时性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那你是怀疑我们的密码安全有问题了吗？正是。我们怀疑我们的密码库以及密码设置方法被泄露了。不排除是我们内部人员泄露的，因为我们的密码设置极其复杂，所以我们着急请你们过来。密码的设置和安全性啊，有一套系统的办法。如果要推倒重来的话，至少要有1个星期的时间。钱老，每耽误1秒，我们的损失都是100亿级别的。金星啊，你看有什么好办法？将军，冒昧的问一句，我们这些设施采用的是什么加密算法？是 RSA 加密算法，但是目前 RSA 的变体已经被攻破了。RSA 加密算法，它的安全性依赖于大数数的难以分解性。老师，我有一个想法。你有什么想法？我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过程揭示了新的素数性质。我在想，我们可以研究一套更加难以破解的 RSA 变体。您能不能再展开来说一说？我们可以设置一些特定数学属性的素数对，这些属性有望使得攻击我们的人难以通过因式分解的方法来破解密钥。好，这个想法太好了。我们之前看你攻破哥德巴赫的电视直播，果然把你请过来是明智的选择。但是这需要掌握素数的规律，我们目前的数学研究能够实现吗？这个我胸有成竹。另外，在我们的密码系统重建之后，我们还可以逆向探究网络密码攻击中对方的密码结构。你是说我们还能破解对方的密码系统？太好了，刘教授真是大夏的栋梁之才，在下佩服。我们现在说干就干。乱弹琴。万长官好，万长官好。金星，这就是大夏安全部的万长征，他还是那个钱汉成的心腹。此乃保密部，乃我大夏特级绝密单位。请问你们2人是怎么进来的？万长官，
我们是受邀而来的。报告万长官，是我等将2位老师喊来，是因为我大夏密码系统一直是由大夏科学院主持算法研究。科学院要是管用，我大夏还会受到网络攻击的袭扰吗？万长官，此话欠妥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谁是魔，谁又知道？这些年你在科学院作威作福，不敬重青年科技人才，反而将一个农民破格提拔到数学所工作。你胡乱用人，破坏规则，你才是大夏的魔。万长官，话又不能这样讲了。我今天请这位农民出身的数学家到这个地方来，就是为了解决这次的危机。你就是那个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农民？正是。哥德巴赫猜想不过是一道数学题罢了。如果做题能保我大夏安全，还要我们这些出生入死的人做什么？万长官，恕我直言，您对哥德巴赫猜想有所误解。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可以优化现有的加密算法。哼，夸夸其谈，怪不得钱一公会看上你。你在这里混淆视听，延误战机。我早就听说国外的几个数学家来到大夏为你说情，这其中定有猫腻。你肯定早就敌通国外，前来扰乱我大夏国防安全。来人，将此人给我打进审讯室，严加审问。且慢，万长官，你虽然是安全部的首席执行官，但是你没权利动我科学院的人。你们擅闯此地，罪同谋反。还有你擅自带人私闯保密局，罪加一等。万长官，在下冤枉啊！大夏的安危竟然在你这种人手里，真是可悲！你不要这样的蛮横无理，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元帅汇报这个事情。万长征，你竟然如此的无理！钱一公，你就是一个书呆子。这些年你多次与秦将军作对，欺负他的女儿和女婿。他们两个不学无术，你呢是整天的飞扬跋扈，唯我独尊。科学院有这样的2个人，大夏有你这样的长官，是我们大夏的耻辱。你放肆！我告诉你，我万长征为大夏立下汗马功劳。你以为仅凭几句诋毁就能动摇我在大夏的地位吗？王长征，我尊重你曾经为了大夏做出过的贡献，但是尊重不代表纵容啊！你今日之举不但是对我个人，而且是对整个大夏科学界的侮辱。钱一公，你以为我真的在乎你的小打小闹？我告诉你，我今日所作所为，就想给你一个教训，让你知道谁才是大夏真正的主宰。你今日可以压制我们，但是真理和正义终将大白于天下。你错了，权力才是解决一切的力量。来人，把这2个卖国贼给我带下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见他们。你敢？如果元帅知道你竟敢这样对待我的话，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有先斩后奏之权。即便元帅在，又能如何？万长征，好大的胆子！见过元帅。元帅先生，你终于来了。元帅先生，这位就是攻破哥德巴赫猜想的农民数学家刘建新。让你们受惊了！你攻克了世界上最大的数学难题，为大夏争得了脸面，我要向你致谢呀！元帅先生，您过奖了。元帅先生，他们大闹保密局，我正准备掠尸剥夺。万长征，你说这话难道不脸红吗？谁都知道保密局都是我大夏的数学家在提供算法基础。这些年来，我们大夏饱受网络攻击之苦，尤其是这一次，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你有何良策？我们刚才正在商议重建 RSA 密码系统。现在情况紧急，你说的 RSA 密码重建系统需要多长时间？1个小时。胡说八道！你说，元帅大人 ，RSA 密码系统重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包括算法的重新实现、密钥的重新生成，还有系统安全性的加固。1个小时之内绝对不可能完成。RSA 密码系统是一种非对称的加密算法，
它基于大数的难以分解性，而我的哥德巴赫猜想可以完美的优化这个系统。刘先生，即便你说的如此简单，但事实并非一朝一日就能完成的。等到你的系统重建后，大夏的财产早就流出了。各位将军，那我们打个赌吧。赌什么？1个小时之内，我重建密码系统。如果不能成功，我甘当军法。但是如果我能够成功，你就要给钱老师下跪道歉。刘建新，你太放肆了！元帅，刘建新欺师盗名，请你千万不要听他的一念之词。万长征，我们的大夏安全系统年年修复，年年损失，损失惨重。你们安全系统是怎么干的？别人来帮你，你却为了一己虚名而打压别人。刘建新，你真的有把握吗？元帅先生，如果大家全力以赴，我就有把握。好，就按你说的办。导入素数集合，重新构建2IC 密码系统。旧密码系统更新中，防火墙重启进度条快速增加中。导入素数系统，迎接新一轮攻击。敌方攻击无效，抵御外部攻击成功。下一步就是开始逆向获取对方密码。逆向操作成功，成功绕过敌方密码保护层，进入对方的安防系统。太好了，我们成功了！敌方启动反击程序，密码逆向遇到阻碍。不好，对方也会利用素数进行密码构建。难道说，对方也会利用哥德巴赫猜想的方法？世界上除了你，现在谁还能攻克哥德巴赫猜想呢？金星啊，多想想办法，可不能功亏亏呀！不行，对方好像知道我们的套路，我们行得通的方法全被堵上了。刘建新，马上就要1个小时了，你可千万别忘了我们的赌约。到1个小时还有10分钟，万长征，急什么？金星不要慌，你稳住，办法总会有的。对方虽然也会利用哥德巴赫猜想，但是他缺乏变通，只会机械运用筛选法。我们不妨将计就计。金星啊，时间不多了，你可以大胆的放手一搏。那我们就先用椭圆微积分，然后用筛选法，重新形成随机的排列组合，让敌方不能逆向破解。重新开始逆向敌国密码，进度不断增加中。我说我们大夏的密码系统怎么会被攻击？原来有内奸。加强追踪，逆向操作，不要中断。是。密码泄露位置被锁定，正在定位具体终端地址。报告元帅，内奸地址定位在保密部家属院。什么？竟然在我们眼皮底下！刘建新，一定要把这个内奸给我揪出来。是 ，IP 地址已获取 ，IP 地址同步到大屏。把地址给我，不找他。王珊珊，这个事还要麻烦你吗？密码逆向成功，大夏网络恢复正常。终于搞定了！10年之内，大夏的网络安全可以高枕无忧了。刘金星，好样的！钱老师，好，只用了50分钟，刘建新，你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呀！元帅，王珊珊，你干什么去？我身体不舒服，离开一会儿。万长征，你和刘建新的赌约还没履行呢。元帅先生，跟我的赌约倒是无关紧要，让我们来看看大夏真正的内奸到底是谁吧。内奸带到，竟然是你们！竟然是你们！万长征，你勾结他们，破坏大夏网络，还里通外国，有何可说？我没有攻击大夏网络，你们在胡说八道！报告元帅，这里面肯定有误会。所有服务器等相关证据已经封存，上交执法院。事到如今，我也无话可说。万长征，你作为我大夏的一员战将，竟然勾结了倭国人，使我大夏的密码系统连年遭受攻击，恐怕与你和他沆瀣一气不无关系。元帅，我是倭国科学家，还是国际数学联盟首席，你没有权利逮捕我。你虽为倭国人，但是在我大夏的境内犯我律法，理应用大夏的律法治罪。我反对，倭国国主知道，定会拿大夏兴师问罪。犯我大夏者，虽远必诛。刘建新，都是因为你才把我逼到今天这步境地。你我只是学术上的恩怨，本可以开诚布公，取长补短，而你呢，你却勾结外匪，倒行逆施，实属令人发指，罪无可赦。把他们带下去，严加看管，等待审判。你们放开我！我不服！我是正儿八经的科学家，我们在一决高下！我不服！你们放开我！放开我！刘建新，我要给你授勋。
姐夫，我告诉你啊，我一早就知道你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那是啊，是吧？哎，我姐跟了你啊，那就是享福吧，那就。你以后啊，得对你姐好点儿。那肯定的呀。那你放心啊，我们这个建新啊是出息喽。你俩啊是苦尽甘来，以后我家凤兰就享你的福喽。建新啊，我代表学校谢谢你的捐款呐，我们孩子呀有福了。哎，咱们学校可以再加个10万，修一个宿舍楼，因为咱们村子基本都是留守儿童。是啊，他上下学不安全。哎，姐夫，你看那学校有啥活我能干的吗？想不想当一个教助什么的？我行吗？没问题。你把你衬衫换了就行。有，我再也不穿这衬衫了。哎，亲家也谢谢你们大力资助啊！感谢谢谢你们啊！这以前啊，都怪我们唯利是图，说话呢也难听。就像你不会生我们的气吧？爸，你这说什么话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以后团团圆圆过日子，是吧？是啊。对。凤兰姐啊，我告诉你啊，在大城市里真的可漂亮了。哎，有机会啊，叫我们建新哥带你一起去，好不好？好。建新哥，咱们以后啊，都去城市里生活。我要把咱们村子建得和城市一样。好，说好，出片我姐夫。这是江城数学研究所大夏科学院分给我的房子，我写了你的名字。还有，跟了我这么多年，身上连个首饰都没有。以前欠你的，我今后都会补上。啊，大家还有礼物。黄金月饼，干杯！来，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